这里是澳门，从今天开始在澳门做一个深度之旅。现在澳门的酒店住宿是非常便宜的，这个老牌的5星酒店普京酒店只有200出头。澳门的每个5星酒店几乎都可以当做一个景点来旅游。现在跟着我一起出发澳门吧。在珠海住在了拱北关口，酒店对面就是拱北海关和珠海的火车站，这里的交通也四通八达，街面上做核酸检测、换外汇、卖移动流量卡，小吃店非常多。住在这里主要是想进出方便。这个楼里有很多的连锁酒店，酒店基本都是100出头，物美价廉。这是我住的酒店房间，虽然简单，但是也很干净。去澳门旅游，现在只要是低风险的区域，持7天的核酸检测就可以进入，提前办好去澳门的旅游签注。我建议在进澳门的前1天再去做核酸检测，这样玩几天出来之后，核酸检测还是有效的。过关基本都是自助服务，按照要求就行了。今天是12月24日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澳门口岸。关口有免费的直通车到达酒店，也可以坐公交车。第1天我选择了这个老牌的酒店，普京酒店。这间酒店有些年头，1970年建成，也是澳门第1家5星酒店，当时也是最大的酒店。这个酒店可以说交通最方便，所以第1站选择了住这里。酒店里有棵圣诞树，这是酒店的大堂，大堂四周有很多珍贵的展品和礼物。我是在网上订的酒店，240元。这个酒店地位上和北京饭店有点相似，但是价格便宜多了。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服务都非常的热情。到房间里看一看，可以说普京酒店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酒店，只是年代有些久了，所以设施比较简单，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。和欧洲的酒店很像，很多床都比较窄，房间的插座也是正常的，不用带万能转换器了。普京酒店这边算是老的城区，这是酒店旁边的新普京酒店。傍晚和好友岛主和蓉蓉会合，去吃晚饭。澳门算是个美食之都，很多的街边小吃就非常好吃，但是今晚蓉蓉要请吃一顿大餐。餐厅是荡仔岛的威尼斯酒店里面。现在来到了威尼斯人酒店。威尼斯酒店也算是澳门最知名的一个酒店了，这里游客几乎也是最多的。酒店里有一条长长的运河，和威尼斯非常像。这是运河上的刚多拉小船，每当有船经过，岸上的演员就开始高歌一曲。很多来澳门1日游、2日游的人都把威尼斯酒店当作重要的景点之一。前面是蓉蓉和她的朋友，
今天就去他的餐厅。威尼斯酒店很大，几乎可以玩一天，而且这里商店非常多，现在圣诞节商品都在打折。我去威尼斯的时候也坐过这种刚多拉的小船，这个酒店里的小船确实很像。这个大运河营造得非常真实，连天空都好像是真的。前面就是圣马克广场，这里的地名都和威尼斯完全相似，非常像一个真实的城市，但这个是在室内。非常漂亮的圣马克广场。来个背影，这个就是蓉蓉朋友的餐厅，就在圣马克广场。蜜丽娜海鲜餐厅。澳门虽小，但是酒店都非常的庞大，很多餐厅也是非常奢华。这里除了游客来吃正餐，很多当地人也经常来这里吃下午茶，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是餐厅的大厨安格，还特意让我参观了一下他做片皮鸭。这个是脆皮鸭吗？啊，片皮鸭。片皮鸭啊，来，我端着。好，大厨非常有意思。蓉蓉的朋友征询了我们的口味意见，给我们点了一些店里的招牌菜。说心里话，每道菜都是真的好吃。澳门不愧是个美食之都，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在这里竞争下去的。连这个虾球做的都非常地道，非常好吃。岛主和蓉蓉，应该说你跟蓉蓉来。谢谢。我们昨晚自拍了2张，好好看的。这位是请客的朋友，感觉澳门的本地人都非常的平和和善。从不喝酒的我，竟然也喝了一点红酒，毕竟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。这也是他们自己在欧洲的庄园的红酒。这应该是龙虾粥吧。虽然对美食不在行，不会点评，但确实好吃。这顿圣诞大餐吃得非常美味。餐厅的门口开始了表演。在澳门，几乎每家的豪华酒店都有特色的免费演出，现场欣赏一小段。
舞蹈表演热情奔放，太精彩了。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表演。穿圣诞服装的小提琴手，吃过午饭来到酒店的外面，这就是威尼斯酒店。酒店内外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酒店门前的圣诞树，澳门的荡仔岛这边几乎都是高档的酒店，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非常的相似，而且酒店的名称都是威尼斯人、伦敦人、巴黎人。这个是威尼斯人旁边的巴黎人酒店。酒店门前有一个高高的巴黎塔，这个塔的高度有160多米，非常漂亮。塔实在太高了，横板都照不全。这个是永利皇宫酒店，这里的特色是门前有喷泉表演，还有一个免费的缆车。澳门的每个豪华酒店几乎都有一些招牌的表演项目来吸引游客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连这个缆车都是免费的。这次因为在澳门时间待得比较长，也准备逛一逛这里一些有特色的酒店。澳门从地图上来看，基本是两大部分，一个是挨着珠海的澳门半岛，一部分是荡仔岛，有一个大桥连接。澳门岛相对比较传统，荡仔岛这边基本都是新的酒店。现在澳门的酒店几乎都是白菜价了。明天也想到荡仔岛这边的酒店来选一个住一下，这样夜里在这边玩比较方便，也不用半夜还要坐车过桥回澳门半岛。在这里待了一会儿，现在回澳门半岛那边。澳门半岛这边圣诞的气氛也非常浓烈。这个是市政厅门前的广场，这里的游客也非常多，很热闹。从这里往大38牌坊走一走看看，那边晚上应该有个演出。街道上也装扮得流光溢彩。澳门半岛这边几乎整个城区都算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有非常多的文化建筑和古迹，也会白天来走一走拍一拍。而且这边的街头巷尾小摊铺都有非常多的美食。现在到了大38牌楼，这里人非常多，正在看演出。夜晚的大38牌坊，下面广场的台阶上游人非常的多。这是在表演唱歌。
现在将近晚上12点了，准备回到酒店。这是酒店门口的新普京酒店。2个酒店是挨着的，不过新普京的价格就贵很多了。准备回酒店休息了，明天开始澳门深度之旅。也谢谢关注北京老刘的澳门之旅。这里是澳门，今天是12月25日，澳门的南湾湖晚上有一场盛大的无人机表演，几百架无人机在天上形成各种形状，犹如烟花一样。今天是在澳门的第2天，我所住的普京酒店的对面就是新普京酒店。酒店08年建成，是澳门第2高的建筑，仅次于澳门塔，是澳门第1座7星级的酒店。这个超豪华的酒店现在的价格也是600多。来大堂看一眼，整个酒店都是金碧辉煌的。今天准备去逛一逛澳门的一些古街老巷。澳门半岛这一边有很多的古老建筑，都是几百年的历史。这里是加斯兰花园，很多都是葡萄牙风格的建筑。这里是市政厅门前的广场，岛主准备带着我去一个小摊铺吃早点。这是玫瑰堂，这一片的历史街区都非常漂亮，不愧是历史文化遗产。这个区域有非常浓郁的当地人的色彩。岛主径直来到了一个小摊铺，一个非常简陋的早摊铺。岛主说特别喜欢这里的粥，这里都是当地人来喝。这应该是猪杂粥，猪肝真的非常嫩，好喝。这一片历史城区面积非常大，里面的建筑从明朝一直到民国，时间跨度有400多年。很多街道间都有小的广场来连接。澳门历史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，这里见证了澳门400多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、多元共存的历史。所以这里比较出名的建筑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，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筑遗产，是近代西方建筑传入中国的第一站。前面到了大38牌楼。大38牌坊算是澳门最出名的历史建筑，它其实是一个大教堂的遗址。教堂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，1835年被大火焚烧，就剩下了这个大38牌坊。大38牌坊的雕刻和镶嵌都非常的精细，融合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。这是牌坊后面的教堂遗址。牌坊的背面，在澳门历史城区有21栋建筑物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，而大38牌坊是澳门的标志之一。这里每逢重大的节日都有演出。大38牌坊的旁边就是大炮台公园，这是澳门历史上最著名的欧洲传教士，也有400年的历史了。
大炮台就挨着大三巴牌坊。这里有座不高的小山，上这个大炮台公园看一看。这个大炮台也有400多年的历史，在历史上这里也是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，这里曾经是澳门总督的住所，也曾经作为过澳门的气象台。95年大炮台被改造成了澳门博物馆。这是大炮台公园山顶上的景色，上面大概有20-30门大炮，应该都是复制品了。这门大炮正对着新普京饭店。这个公园因为位置比较高，也可以成为俯瞰澳门历史城区的一个好地方。这是澳门博物馆，进去看一眼。现在博物馆是免费的。博物馆不算很大，往下走大概有2-3层。里面展示的就是澳门几百年的一些历史文化。这个价值上千万的花瓶，大概是博物馆最值钱的展品。还有一些澳门历史建筑的模型。现在正在办一个3城记的展览，主要是大湾区这边的丝绸进出口的历史文化。这个是澳门博物馆的外形。再来看一眼这个大炮，从城墙上望下去的老城区，这里的特色就是老旧，所以看上去比较杂乱。现在又回到了市政厅的广场，天气有一点放晴了。这里还有个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。这是圣诞表演。这是民政总署大楼，也是世界遗产，里面可以参观。这里算是澳门老城区最中心的地方。现在走到了塔石广场，本来以为这里有活动，但是下午才开始营业，晚上最热闹。里面是个集市，有很多卖货的小亭子。老城区这边普通的住宅楼。我们准备坐公交车去荡仔岛。在澳门，除了历史城区大三巴这边比较热闹，荡仔岛的关野街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先来个特色小吃，猪扒包，40块钱。关野街也是澳门的一个网红街，这里的街道和建筑感觉更加漂亮一些，有很多有特色的标志，可以拍照。五颜六色的小楼，有很多有创意的涂鸦。前面拐弯就是美食一条街。这条街道的游客非常多。牛杂。这个是
很多店铺前都排起了长队。在澳门吃一顿小吃简餐，大概60到100元，都是当地的货币。如果是用人民币支付，也是1比1的比例，所以还是换点钱比较合适。1块人民币换1块2。这里有很多的老牌餐饮店，味道都不错。所以如果来澳门的荡仔岛，除了住这里边的高级酒店，逛逛豪华商场，尤其是美丽的夜景之外，还可以逛逛这里的关野街。这里有太多的美食了。这里虽然游客比较多，但还是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特色。和大3巴前的那条美食街相比，我好像更喜欢这里一些。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可以逛，有非常漂亮的葡式建筑，这也是历史建筑。这位置应该在嘉摩前地这边。这里有一排特别漂亮的房子，有些还作为了小的博物馆。在小房子前拍个照。摆放着一棵圣诞树，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来这个地方的，很漂亮。在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花展，主要是百合花为主，空气中都弥漫着百合花的香味儿。这片湿地花园面积不小，展出的花的品种也挺多的，吸引了特别多的当地人来这里拍照。看看这满地的小花，五颜六色的。听说今天有一场无人机表演，非常好看，于是7点多赶到了南湾湖。这里离我住的普京酒店也非常近，因为有湖水倒映，所以是看夜景的好地方。这里还可以看到澳门塔，远处亮起的各种图案都是无人机编队表演。这个表演也是庆祝澳门回归进行的大型表演，已经演过好几场了，今天25号是最后一场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无人机表演，一直很好奇那些图案是怎么出来的。昨天很多人在问，现在可以来澳门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只要是低风险的地区，来这里是非常自由的。澳门是一个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澳门，或仅仅是来这里一日游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远处的澳门塔，澳门的最高建筑。终于吃到第一碗澳门的牛杂了，这里的料是非常足的，一份牛杂足可以当一顿饭吃了。晚上又回到了驻地，很多人想让我拍拍这些娱乐场所里的情况，不过除了酒店的公共场所，里面那些特殊的内容是不允许拍摄的。不过明天我会拍一期最精彩的澳门酒店之旅。这里是澳门的金光大道，在这条1公里多长的路上，有很多间非常奢华的酒店。夜晚这里灯光璀璨，不是欧洲，却胜似欧洲。今天简单带大家逛一逛这个路荡金光大道。这是我住的澳门半岛的普京酒店，因为刚过了圣诞节，游客不多，所以要求酒店升级了一个房间。看看这个新房间，主要是它可以看到窗外的新普京。在旅行住酒店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尝试问一下酒店能不能升级，尤其是5星酒店，很多时候还真能成功。早晨睡到了将近10点钟，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气。今天白天不打算走太多的路，休息一下，因为澳门晚上是最美的。去酒店的餐厅吃早餐，我这个房间订的是含早餐的，价格是310元，如果不要含早餐的是240。因为澳门吃饭不算便宜，所以含早餐的比较划算。今天游客少，所以不是自助餐，是套餐。酒店的退房时间是中午12点，准备离开前往荡仔岛换一家酒店。这次进澳门连行李箱都没有带，所以背着包坐门口的公交车来到了荡仔岛。荡仔岛这边有一条路荡路，这个字念荡，很多人读不出来。荡仔岛也是这个字。这条路的两旁有很多间豪华的酒店，这个是巴黎人酒店前的铁塔。这个铁塔比真实的巴黎铁塔小1倍。本来之前订了这间酒店，现在的价格只有400出头。不过一个朋友免费在他的旁边开了一间房。这个酒店是旁边的新濠影汇。可能有人知道，很多人来澳门住酒店都是免费送的或换的酒店。原因可能也有不少人知道，来这里消费娱乐嘛。来参观一下酒店的房间。房间非常现代通透。这个酒店现在网上可以300多块钱订到，比巴黎人稍微便宜一点点。窗外就是巴黎人酒店和巴黎铁塔。下午准备在房间休息休息，做个视频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，外面的灯开始逐渐的亮了。这个就是巴黎人酒店。现在准备出去逛一逛。
这是入住的新濠影汇的大厅。这间酒店也是以电影为主题的。酒店的出口，今天准备走一走这里的金光大道。这是从外面看到的酒店。大楼中间有一个镂空的8字形。在这条路上还有一家叫新濠天地的，那里有非常震撼的水舞间表演，不过现在暂停。准备在这条1公里长的路上转一小圈。澳门在近20年可以说是飞速发展，现在澳门的人均 GDP 已经是8万多美元，属于世界前列。这里的老百姓福利也非常的好，实行15年全民义务教育，每年过节都向老百姓发现金福利，所以普通百姓的幸福感非常的强。现在过街口，来到了巴黎人酒店。这个门前的铁塔算是星光大道上最受人喜欢的建筑。路边的树也打扮得非常漂亮。这个铁塔的高度是160多米，是按照巴黎大铁塔的1半来设计的。现在到马路对面来看一看。马路对面也有几间酒店，这个是喜来登酒店。酒店的大堂，这个酒店是2012年建成的，也曾是澳门最大的一家酒店。酒店的装潢也是比较豪华，以前1000多的房价，现在300多就可以住到。和喜来登酒店相连的就是伦敦人酒店。下期我会专门拍一下酒店内部大堂的奢华情况。今天主要是来欣赏一下金光大道的外景。现在看到的马路两侧的建筑就是路档金光大道。道路两边有一座廊桥连接，在廊桥上设计了几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外面非常美的景色。这里就有很多人在观赏夜景。在澳门游玩，只有有限的一些项目是收费的，比如登上那个巴黎人的铁塔，门票大概是50-60。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到非常美的夜色。廊桥上，左边是威尼斯人，右边是伦敦人。那个钟楼是大笨钟。这个就是通向道路两旁的廊桥，和酒店都是连接的。左边是威尼斯的钟楼，右边是伦敦的大笨钟。整个欧洲的经典美景都被搬到了这里。正对着的就是伦敦人和喜来登酒店，右侧拍到的就是廊桥，左边蓝色的应该是新濠天地那边。这边巴黎人和威尼斯人之间是个大商场，4季名品，所有的酒店建筑都有通道相连。威尼斯人酒店的外景，除了所看到的这4-5间酒店，其实这条街上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棒的酒店。另外在星光大道的附近还有著名的银河酒店、上普京酒店、
美式美高梅酒店。这几间酒店也都是非常奢华而有特点的。从下面看这个过街的廊桥，都有观景平台。现在走在了金光大道上。澳门的金光大道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道非常相似，也有很多共同的酒店集团。澳门的这条金光大道是从05年开始逐步兴起的。这里的夜晚实在是太迷人了。每年的跨年，这个澳门人的巴黎铁塔都会燃放烟花。不过普通游客进澳门游玩，一般一次进入只给7天的游玩时间，所以这里的跨年烟花我是看不到了。多美的灯光啊！拍这个铁塔的最佳角度是在马路对面的草坪。巴黎人酒店就是从这里上去，明天进酒店拍一拍。铁塔不时变换着各种不同的颜色。如果登铁塔参观，高度大概是在37层。现在又走回了入住的酒店新濠影汇，这也是澳门的10大酒店之一，有点走奥斯卡星光大道的感觉。这里的餐厅布置也别具一格，坐在豪华跑车里就餐。晚餐吃的麦当劳只有40多块钱。回到了酒店休息，明天准备去拍一拍这里的10大顶级酒店，里面的奢华程度和精彩的表演一定会让大家大饱眼福。